哎，这几年不见，你怎么跑最高院去了？我喜欢坐办公室啊。这样的话，我媳妇就能确定每天我这脑袋呀是扛在肩膀上，而不是挂在裤腰带上。当然了，我是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啊。挺适合你的。哎呀，所以说我挺怀念当初咱们打街立的日子。是啊，你抓人，我起诉，天衣无缝。但前提是我得选择性忽略掉那10几次把卷给我打回来让我补针的时间。我也得尽量忘掉押运和抓逃的时候我穿防弹衣那段。意思。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去干？我几个同学，在外边做律师，那小日子过得可滋润呢。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都是机构的骨干力量，要是都下海了，让那帮老子瞧了怎么办？也是。谢谢。贩毒的2审，所以你们应该不用去单独阅卷了，材料都有。是这个案子。前一段时间我看还上新闻了，就是李可他们等9个人的贩毒案。咱们要代理的被告人是哪个？判的最轻的那个王明，1审判了14年，家属希望2审的时候能再判轻点。14年算判的最轻的。 2个死刑，1个死缓，还有2个无期。和这些主犯相比，14年确实是判得轻的。你是跳过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直接看判决如下了吗？我习惯先看判词，再往回翻。被告人家属那边，王明的父亲王铁军跟主任见面委托了案件之后，已经回深圳了，说是2审的时候会再来。总之，你们加油吧！这小伙子只有23岁，能不能35岁之前出狱，就看你俩的了。八卦一下，咱们所的行政是有什么特殊背景吗？不了解，我只知道他的手机背景是极端乐队。这个我大概的扫了一眼，在这个团伙里边，王明是最末端的零售商，100片摇头丸，初犯悔罪，有一起没有被认定的离婚表现。2审开庭是哪天？后天。那咱们得赶紧去趟看守所。 刚才咱们是不是聊到了行政的特殊背景？我说了，我不了解。是不了解还是了解但不想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事儿你就不该问。海港支队我去过了，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了。我猜他们只说了该说的。哦，把案件上的抓捕经过和办案说明给我复述了一遍。这案子比较敏感，我也理解。所以啊，我准备私底下会一会这个案子的承办侦查员。赵金城，我熟啊。我跟你在看守所这饭也不能白蹭。没问题。王源，准备撤了。哎，等忙完了别急着走，一块儿吃个饭，喝2杯。嘿，我这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真走不了。对了，有个叫乔少田的律师，在行业里边也是个刺儿头，你听说过吗？他？介绍信真的好使吗？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注册本不在手上，临时开个介绍信。咱们现在上律协的官网查询，也能查到我是在册律师，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赶紧糊弄，5点钟就不对外接待了。你对向阳看守所的情况怎么那么了解？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警察，我在这儿不很正常吗？啊，我是律师，我来会见被告人也很正常啊。你一个人怎么会见？校长，我跟他是一块儿的。乔少廷律师，别人我不清楚，你不是刚被海港支队给拘了才放出来吧？我又没受过刑事处罚，这不影响我的律师执业资格。但我听说，现在律协给你暂停执业，也就是说你没本儿。怎么？难不成想弄封介绍信糊弄进去？海刊没待够，想来向阳再住几天。会见被告人，一个律师也是可以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每个看守所在实践中执行标准不一样。譬如现在，你就需要2个律师。我们先撤了。好。这么巧，如果小闯的妹妹跟乔尔廷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那就不光是巧的事儿喽。本儿没了，还想往看守所里混。南哥，你说海港支队咱也去了，你干嘛要私下见那个承办警员呀？这案子有不对劲的地方，但是碍于部门职能、程序和保密义务等等，我相信海港支队的人对咱们是知无不言的。但你觉得他们不够严无不尽？不管怎么说，去会会这个赵先生。行，那路过先去吃个祥安3节啊。要不然还是我开车吧。哎，你开太磨叽，帮我导航到祥安3节。好的，将为您导航到青岛市向阳祥安3节公园。哎，小闯是你哥，亲哥。怎么说呢？家庭关系上是，他不是我的表哥，也不是我的堂兄。血缘关系上呢，不是，因为我收养的。我就是随口一问，没想打探你的个人隐私。你俩关系看上去不太好啊，而且是不好到那种见面就拆台的程度。很抱歉没给你展现一个兄妹情深的温馨偶遇啊。这马上都5点了，得赶紧看看哪位律师有时间，明天能陪我会见的。这向阳看守所也太落后了，现在不是很多看守所都能够网上预约办理会见手续吗？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喂，韩律师，什么事啊？今天晚上有几个朋友会到我这儿坐会儿，其中一个朋友是海港支队的，叫赵新成。什么意思啊？只是提醒一下，今晚店里酒水打折。你对一审判决有什么意见？你确定乔少廷不是故意安排这个时间来的吗？请你将涉案情况再简单的讲述一遍，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的部分一致吗？你有前科吗？他是不是察觉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是说你有什么举措让他开始产生怀疑了？稍等。这个案子是下午所里才派给我的，来看守所也是临时决定的。你要说巧合，刚才在门口遇到我哥，相比较遇到你，他才是我真正不想看到的人。
你别总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咱俩之间没任何关系，你我只是交易。好的。不好意思啊，请你再详细的说一说和被举报人马肖俊的关系。2.7公斤氯胺酮。王明举报的香港人马肖俊呢，是一个制毒的原材料供应商。公安机关是通过王明的举报才抓到他的，抓捕他的同时还起获2.7公斤的 K 粉。但问题在于，马肖俊被捕时，氯胺酮只是属于国家管制类药品，不算毒品。马肖俊呢也被释放了，2个月之后，氯胺酮才被纳入毒品归类。这差了54天。王明被捕的时候，收缴的摇头丸95%的成分都是氯胺酮。给他定罪的是另外5%的苯丙胺。哎，你这饼是今天中午剩下的吗？中午就咬了一口，扔了太可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找一个便利店的微波炉，把它热一下，你再吃啊。像吃这种饼，你得吃出酥脆的感觉才好。我哪有时间啊？你说这检举揭发，也得等到氯胺酮被纳入毒品之后才好啊。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诞？如果今天颁布的刑法说杀人是犯罪，那你昨天杀的人就不算犯法，这是标准。法律不溯及既往。你不用跟我普及法理知识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辩护的切入点。哎，是你需要辩护的切入点。肖律师，回家吗？我可以捎你一段。回啊。哎，对了啊，薛东在会见室就没给你参谋参谋？我跟薛律师，应该说是一面试之缘，恐怕是看你面子才陪我进去会见的吧，恐怕没有什么义务提供案子性的帮助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难道其实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糟？这什么车呀？这是。坐住了啊！哎，也没多远，我把你送回去吧。说归说，还真的拿你当司机啊？今天已经很辛苦了，感谢。哎，还有啊，咱俩现在是工作伙伴，我这儿呢也没什么大规矩，以后你就不用您啊您的了。行，明天见。肖律师，咱们走3个合伙人，是不是你到现在才见过2个呀？您说韩律师吗？来，谢谢。你现在和乔律师是搭档？乔律师和我谈的时候呢，说的是全职助手这个词。您好像并不惊讶。他现在职业证被暂扣，外面好像还欠了外债。刚出来那会儿，把手表都当了。但他很快就赎回来了。恐怕他要赎的不仅仅是那块表。那看来他真是很缺钱。他的确需要钱。那个让他出事的案子，他是不会放手的。所以，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他，但是他肯定需要你。这酒真好喝，叫什么名字啊？黑色大礼花。是不是叫伊丽莎白或者肖特，都没有这个名字好听。他还有一个中间名，叫安。也不错。韩冰说，你有事想找我了解一下。
只要是我能说的，随便问。其实我们所还有很多律师，论经验、资历或者业务水平呢，都比我强。我不知道乔律师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合作。那你知不知道他这次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才出的事？那你知不知道，他人出来了，恩怨还没了。那个大佬势力庞大，咱们所的律师都不是傻子，没有人愿意往沉船上跳。哎呀，看来是我比较傻。那我想问你啊，以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直觉，王博、雷小坤是想杀掉朱红吗？我入职1个多月了，从来没见过咱们所知名度最高的律师。那是因为他被关进去了。我说的不是乔律师，是您。我？弄反了吧？我可是咱们所知名度最低的合伙人，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知名度。目前国内刑法界3大元老级教授，应该是高原教授、邝伟平教授，还有您的父亲韩松阁教授。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知名度2代。咱们主任和乔律师是同学吗？是。张主任和乔律是同学。还有金福所的薛东律师，大他们1届，他们仨还住过一个宿舍。你加了不少辣椒。不是说您的面条不好吃啊，我这人口重，平时就爱吃一些酸酸甜甜辣辣的这些调料。酸酸甜甜辣辣的，疯狗357。王博、雷小坤以非法手段替人催讨债务近2年，威胁和非法拘禁各类债务人的行为，恐怕有10几次，甚至几十次，至少我在新闻笔录里头就看到几起。但是呢，从来没有闹出过人命。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乔律。我觉得更像是过失致人死亡。我知道你想说，王博和雷小坤本来只是打算吓唬吓唬朱红。但没想到大力出奇迹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那个铁笼能离悬崖还有10米远，你的说法就成立；但他如果离悬崖只有半米，故意杀人，没毛病。赵新成，南哥，鲁南，幸会啊。这是方圆。你好。你好。告诉他有点咸，我得喝点水去。出差期间别喝酒啊。不好意思啊，我刚喝2杯啊。休息时间吧。来一根，你来。而且我也希望你能尽可能放松的告诉我一些信息。你想知道什么呀？你的直觉。我的直觉就是告诉我，最好不要在最高院的人面前乱说话。那你就把刚才你不能跟乔尔廷说的那些话，都跟我讲讲呗。你的意思是说，最高院对这个案子有定论了？目前我们还在审查程序，先确认之前从侦办到审判任何一个阶段的程序都没有被影响或者操纵。说实话，这个案子的复核呢没那么困难，但是正片之外，这花絮好像有点多。没错，乔尔廷前段时间就是被我们支队给收进去的。
那你们警方对这件事怎么看？南哥，你在司法学院混那么久了，这种人肯定也没少遇见过。好好的律师不干，变着法儿的耍花活。这种人总是会有的。要我说啊，这种人就别再做律师了。行了，你在下边等着我。哎，你为什么不找洪律师合作？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问到我了啊！我没往这方面想过。他是你的徒弟，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比我经验丰富，也更了解你的办案思路。更何况，他现在还是合伙人。那原因你都列出来了呀？是不是相比较我来说，他更不容易被糊弄？应该说，相比于你来说，他更像个律师。行了，给我看好车啊，别被人磕了碰了。钥匙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哎，你现在去歌厅是不是早了点啊？对王博来说，已经有些晚了。王博大人沈荣是这儿的经理，可是他有继续给王博请律师的意愿吗？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至少现在已经争取到了一个面谈的机会了。哎，对了，那个贩毒案啊，我建议你的辩护思路啊再斟酌一下。那串数字虽然听起来挺唬人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刑事审判庭会是一个能用煽情影响认定标准的地方。可是我开庭总得说点什么吧？改变一下思路，别一条路走到黑。喂，乔律师，听得见吗？喂。说什么？是为了看你这张脸吗？啊，是不是？再说了，这客人摸你一下怎么了？啊？还砸了我的饭碗。会好了。申律师，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关于您爱人死刑复核阶段的代理工作，
麻烦您在这个委托书上签个字。人家都说呀，男人在外面养家，女人持家。哼，我倒好，这又要养家，又要持家，还得出去打拼，挣钱把它给捞回来。哼，你说这个姓王的，是不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啊，娶了我这么个傻媳妇儿？您签个字，我就能去看守所会见，尽快开展工作了。乔律师，你看我现在这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你说我要是花钱把他给捞出来，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即便是在死刑复核阶段，我能够为他争取到些什么，他恐怕也要在里面待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非要说您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可以为您辩护，免费。为我辩护？非法拘禁加故意伤害，我不知道检控机关会不会往涉黑和组织卖淫上靠。像这一类的刑事案件辩护，我的收费一般是在6位数以上，现在0折扣送给你。那我要是不接受你的辩护呢？我另外给你指条道，现在把他们仨放了，委托书你爱签不签？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警察同志，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两句话。还是得麻烦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一下，李爱人可能罪不至死，真的，你相信我。这看样子我还用得上你的免费辩护啊？哦，不是，这是15分钟之前的条件。你现在把委托书签了，我不单独就我自己受的伤，向你提附带的民事诉讼，你明白这意思吗？就你白打我一顿。那你能省下不少钱，没准够请乔律师给你做辩护的。真是个奇怪的人。够。行了吗？还有2个。怎么这么多事？好。喝啊！我可以解释。别解释了，赶紧去医院，该验伤验伤，回头到队里把笔录录了。手机里有通话的所有录音是吧？哦，我发你。肖大律师，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密码0515。你换这手，换这手。好，这个案子我们打过报告，看来还是受到了最高院的重视。审是审，核是核，正是因为咱们院这么严谨，才让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展开得更全面。也感谢你们没打撒把。把可以撒，人命不行啊。不好意思啊。好，那再见。谢谢。好。哎，刚才跟110的兄弟们处理个案子，猜我发言人吧。乔少廷已经拿到了王博家属的代理委托。这家伙连本都没有，他是怎么说服王博家属签的委托啊？代价惨重。哎，行，就在这儿。是这房间吗？哎，你这不能走吗？你干嘛还要一推车啊？这不他要的吗？好了，稍等一下吧，等一下护士来给你处理哈。我这不能走吗？你给我要什么推车？你看你脸上的伤，要不然还是拍个全身的片子吧。不用，我没事。哎，
是谁说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来着？这个王博的爱人沈荣啊，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找到可以签委托书的直系亲属，我只有这一条路了。那我就把我的名字填在这个受托律师后面了。先别填。死刑复核程序结束前，你的职业证不一定能恢复，有可能连听命程序都没结束。我知道。韩律师昨天跟我说，除了我以外，你应该没有更多选择。我现在头着，回头再慢慢跟你解释啊。雷小坤的委托还没有拿到，如果你次次都这么惊险的话，就没有以后了。这次呢是有惊无险，再说了，这也是因祸得福。忙里偷闲，还能到医院里头来，等着漂亮护士小姐姐给我包扎。那怎么着？我给你换一个。哎呦，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会所里的工作搭档肖真，肖律师。这位是我的爱人唐初，准前妻。你好，你好，把话说清楚了，你快自由吧。那我先出去。表给我。哎呀，躺下之前你不说，怎么那么废话？手放肚子上。这个手。放肚子上。头不要动啊。这个伤害不大吧？不大。哎呦，你躺着吧。打架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唐医生出去等吧。谢谢啊。辛苦了。王博的老婆打过他，这娘们疯了吧？我都没打过他，跟哪儿呢他？他们现在已经被警察抓起来了，也不是那个女的，是那帮马仔打的他。就为了这个破案子。行了，说他也没用，他肯定是死要着不放，旧情难忘啊。什么意思？被害人朱红的老婆严秋，是他高中时期的女神。在我之前，那会儿大概的关系就是，老乔喜欢严秋，严秋喜欢邹亮，邹亮和老乔还是好兄弟。这么狗血吗？更狗血的是，朱红把严秋肚子搞大了，所以他们俩在一块儿真的是神展开。啊，这个你到时候给他。哎，说起来，没听老乔提过你啊？哦，因为我进德治所的时候，乔律师他……哦，那他现在怎么和你？他一向是喜欢自己独来独往，一个人办案的，是吧？那个他的那个职业证暂扣了。暂扣？对，暂扣。是暂扣还是吊销啊？是暂扣。那什么时候听证啊？还没有通知。我虽然是医学院毕业的，但我也通过了司法考试。那会儿反正就是跟着他一起复习呗，但是他真的太笨，太笨，明明看一遍就能记下来的东西，半年都背不下来，还自己急了吧，还跟我抬杠。
那不服气就一起考呗。反正说了，要输了呢，他向我求婚；要是赢了呢，我向他求婚，都一样。您刚来为什么要准前妻？啊，我们正在协议离婚。不过恕我直言，二位看着确实不像是要离婚的样子。婚姻嘛，保护的又不是爱情，你说是吧？你出来了。谢谢。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今天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反正这该消毒的、该上药的，护士都帮你弄了。把条形码给我，到时候结果出来了，我把片子打出来。下班之后。今天周二啊，你不是上夜班吗？阿祖他放假了嘛，我都调成白班了。干嘛？不想见我？想躲着我？拜托你啊，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没有性命之忧，你就别再把我招回来了。3位医生，谢谢你们，走了。你小心点啊！哎，那个消肿之前就先别见阿祖了。进来吧。哎，孤男寡女的就别关门了，我去换个衣服啊，马上下来。真的，就你现在这样，未必打得过我。还是不关的好。你随便坐。这个案子呢，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即便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从判决结果来看，没什么问题啊。咱们来捋捋啊，王波和雷小坤呢是2个混子组合，多年来一直利用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殴打的方式来替人催收。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把人劫持在关亭湾旁边的山崖上，并且把人关在提前藏在树林里的笼子里，进行各种威逼恐吓。当时在山脚下有一水库管理员目击到了这一过程。你看一下，我给你选择了这么个风水宝地，你得感谢我。进去！快去！然而这次，也许是因为朱红不为所动，也许是因为王博和雷小坤想杀人立威，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雷小坤一时冲动。朱红，钱你到底还不还？没钱，我没钱，放了我王博和雷小坤很快被捕。第2天，这个铁笼是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笼体经过水流的冲击和岩石的碰撞已经变形，但在笼内发现了朱红的衣物残留，并找到了 DNA 证据。
朱红的尸体虽然没有被立刻找到，但是可以做出死亡的合理推论。王博和雷小坤对于杀害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甚至在一审判处死刑后都没有上诉。你说，既然上诉不加刑，他俩为什么不上诉呢？哎，这是个好问题。这个等咱们俩提讯他的时候，可以好好问问。也许这是两个敢做敢当的讲究人了。对了，这个人叫邹亮，是乔少廷的小学同学。哟，赵警官终于言无不尽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他那个老同学，他在京港银行的信贷部工作。邹亮，来出去啊！他是被谋杀的。他死于毒品注射过量，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那海港支队为什么会怀疑到你身上？现场除了到处都是我的指纹以外，海港支队还发现了我跟邹亮之间有一笔20万的转账记录。他跟我借钱，什么钱？而乔少廷给海港支队的解释是说，这个邹亮说他手头紧，跟他借了20万，但是没打欠条，也没有留下任何跟这事儿有关的文字和通信记录。好吧，虽说没有证据也不算什么，但总不能说他刚借了人钱，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海港支队还在邹亮的车里发现了他留给乔少廷的银行财务单据，是朱红和他家属的。你给凶手做辩护，为什么要去查我们家上上下下的银行财务记录呢？看来你跟邹亮不是好久不见了。他到底是念的哪份情啊？还真的什么都跟你说。乔律师，你那样做应该是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甚至违法的。我可以投诉或者举报你。无所谓。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你不是那种人，但人都是会变的，对吧？这事儿很有可能有违规违法的嫌疑，但是也不至于要到把你抓起来的地步吧？海港支队拿着这些记录去进港银行核实了，所有的单据都是伪造的。那就是说，公安认为是你出钱让邹亮制造了伪证，然后他以此要挟你，想要更多的钱，是这么个逻辑吗？海港支队向京港司法局核实过，这个案子得知所一共就收了10万块钱，他乔少廷花了20万去找人造假，全国10家律师都这么会算账的？我看他自从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啊，他的沉没成本可远不止20万。我觉得这个乔少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他失去的越多，执念就越重。执念？他有什么执念啊？玩是吧？是不是不听话？过去！我管钱！我觉得王博、雷小坤不是故意杀人。乔律师，你仔细看一下，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这2个罪名很容易发生牵连或竞合，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遇害显然不是非法拘禁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而是被告人故意实施的行为，所以应当按照故意杀人论处。就算是故意杀人，那也是未遂。这下麻烦大了。我认为朱红并没有死，
哎，我正打电话找你呢。主任，输购公司不再和咱们续约长天法律顾问这事儿了，你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吗？不是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合同今天给退回来了，小顾打电话和那边联系了，那边的财务说暂时不考虑和咱们续约的事儿。之前肖律师处理过他们公司一个事儿，回头我问问输购的刘总。刘瑞被抓了。什么？输购集团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就把电购那边的刘总给抓了，好像是涉嫌职务侵占一类的。这肖律师最近经手的案子，我怎么有点看不透啊？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有什么可看不透的？大白天的，两个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你这整了个那什么似的。这样外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到咱俩，就能显得更奇怪，幼不幼稚？咱俩又没什么了，想心虚什么呀？真的没什么吗？哎，那输购公司是怎么回事？输购啊，是不是我们所新接的那个常年法律顾问？你少跟我装蒜，你到底是哪头的呀？你这就没意思了啊！大家的想法不都是一样的吗？怎么讲？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你可别忘了，会这么想的可不止咱俩。那个肖律师可不简单。你跟我说过啊，这个肖律师是可控的。没有，我只是告诉你，他是可牺牲的。这个贩毒案的辩护思路，我还是看看能否在那个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上做做文章吧。可当时氯胺酮就是没被纳入毒品啊，这文章怎么个做法？看从哪个角度上说啊，氯胺酮有可能对人体发生作用的最低致死剂量是500毫克。1克就能杀死俩？王明检举马啸俊的行为，从法律上并不构成立功，但是客观上呢，他阻止了有可能使5400人致死剂量的国家管制类药品流入市场，这是一种积极正向的协助国家司法机关的行为，也和刑法中鼓励嫌疑人检举立功的精神是一致的。你这个春秋笔法，那照这么一说，王明可以无罪释放啦？勉强也就是个闻过是非，而且我也不认为何依婷会采信。你电话。薛律师，麻烦您下次打电话来，先发个消息问我方不方便。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告诉你，输购的法律顾问我拿下来了，顾问费是上付的。说好的那一半，我是转账给你，还是给你拿现金？转账有记录，现金吧。但是我又不想见你，怎么办呢？您可以叫别人来取啊，或者我让高伟给您送过去。我想想吧。真是奇了怪了。什么意思啊？你就不关心你的那一半是多少钱吗？我挂电话了。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合作伙伴了。留步吧，你怎么说呀？也是力学的秘书长，让别人看见多不合适啊！我送我的老师出来，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很快您可能也就是我的领导。哎呀，这几年律协呀不容易啊！我本来希望过来啊替你们正一正风气，不过乔耀庭这件事儿呢，你们反应得很及时，处理的也非常果断，应该不用我这个老头子来多管闲事了吧？啊，瞧您这话说的，有老师亲自坐镇，我们出去说话都硬气。那老师您慢走，会吧。匡主任，好久不见。怎么样？主任的位子坐得可还舒服啊？那只是咱们正常的改选。您知道的，不管谁坐在这个位置上，在大家心目中对您的尊崇是不会改变的。也包括你和乔少廷嘛。主任，您能不能不计前嫌，放少廷一马？他自作自受，与我有什么相干啊？如果您能够帮少廷说句话，他100%能够摆脱目前的处境。高看我了！我要真有那个本事，怎么会连自己一手创办的事务所都保不住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呀？来给乔少廷说人情啊？之前是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有我又能怎么样？你不一样参选律协的会长吗？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也无妨啊。等会儿你见着肖律师，我知道，煲汤鼓励收拢人心。主任，要是咱们所能把条件开得再好点儿，把收拢变成收买，我会非常有信心。乔律那边你搞得定吧？他可不怎么喝汤。你有什么建议吗？你是想问我乔律有什么弱点啊？乔律在乎家人，但可惜你不是黑手党，更何况主任，我怎么觉得有些事情你得先想清楚。什么意思？我有点搞不清，你到底是要支持他，还是试图约束他？我就想保住咱们所。小黑，你们怎么跑桥头去了？要不等等我？哦，我刚刚没听见。我不管是你进去之前，还是你出来之后，咱们所可以说是对你全力支持，甚至说是百般容忍。但如果你要老这么干的话，我这主任没法当了。我怎么了？你跟肖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指的是哪回事？别站着了，坐吧。坐啊。哦。小肖，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啊？
我现在还没资格想这个吧，还是看看有能力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吧。原来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还挺好。我觉得就是你没事发给肖律师一些案子，然后你自己当个甩手掌柜的。可现在倒好，他一遇上你的事儿，人就不见了；一遇到所里的事儿，要不然就庭外突然和解，要不然就是常年客户莫名其妙的解约。你敢说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常年客户，你说的是收购公司吗？我刚来的时候，主任还是邝教授。我跟着乔律师实习，我和他一起满京港跑，调查、举证、会见、开庭。那会儿复印既不方便，价格又贵。我曾经趴在法院的窗台上抄卷，抄了整整1天。晚上家里停电，为了准备第2天上午开庭，我在路灯底下写了半宿的代理词。我那会儿非常崇拜乔律师，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律师，而且是个好律师。我明白您说的。一晃好多年过去了，邝教授离开了德智，张震做了主任。德智所也从一开始的路边小门脸儿，变成了拥有半层楼的知名大所。你知道乔律师有什么变化吗？他一点没变。我今天在律协见着邝北平了，你说的没错，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咱们所。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保住咱们所，让这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你笑什么？有这么可笑吗？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还能笑得出来吗？没什么，我就是在想，咱不继续聊收购公司的事儿了。这事儿不可能善良，我回不了头，邝北平也一样。反正都是要连人带所一块折进去。这所本来就是人邝北平的，大不了还给他呗，这是咱们的抱怨。你跟宏图把我跟肖律师找过来谈话，宏图肯定想不到，咱们俩聊的是这些。我问你啊，肖律师是你招来的吗？他自己投的简历，怎么了？做被调了吗？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详尽的被调的。当时你出事了，好像真没来得及。他有问题吗？我就想搞清楚，到底是你聪明呢，还是我运气好？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搭档。还有邝北平那边，只要王伯雷、小坤的案子继续查下去，我相信就会找到突破口。现在我也掌握了一些证据在手上。那你需要咱们所为你做点什么？离远点，别溅一身血。会议室。这个开庭的应到地点怎么是在中院？涉死刑的案件不是一审就在中院吗？判决，对啊，一审是中院判的，可是这个戳是高院的，传票是不是写错了？一共9名被告人，这案子是公审，可以旁听。有些被告人没准儿还委托了2律师，高院的访问呢现在还没见完，估计是借中院的大法庭来用。可我还是觉得王明那起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应当作为一个辩护论点。OK。主任叫你过去，是不是因为你带我办案子呀？他不担心我带你办案，他是担心我把你带坏。洪律师也是这么认为的。看来在他们心中，我被你洗脑的风险很大。宏图咋说的？
我其实看待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你现在就像当初的我。他大概觉得第一种态度还不适用于我和你之间。